叫林星南，来自南京，今年28岁。林星南，欢迎你。各位老师好。这位是真爱网向我们推荐的男嘉宾。24位女生对林星南印象如何？请考虑。请选择。谢谢。宋海云。男嘉宾不好意思，我有点外貌控。然后我看到你吧，我也不是说你不帅，就是总让我想起《植物大战僵尸》里那个，就是那个倭瓜，就一下来一个僵尸，咵一下就给砸死的那个东西。王静怡。我是因为我觉得你的眉毛看起来特别纠结，然后好像心事重重，所以我怕我晚上跟你睡一起的时候，一翻过去看到你就觉得心情不好。你想得好，所以我就灭了灯。我还以为只有男人见到女人会一下想跟她睡在一起，什么感觉？32岁比较着急嘛，不是选老公的吗？明白。以前站11号的那个个儿特别高的那女的叫于川啊，你还记得吗？我记得。我觉得她形容一个男孩个儿比较矮、比较瘦小，印象特别深。说你看那个男嘉宾，长得又瘦又小那么点，他说我又高又那么大，睡一块我一翻身就找不着人了。第一条片子。南京人，韩国留学4年，澳洲游学4年，做过留学生学生会主席，也端过盘子，扛过大包，学过西厨，擅长甜品，还超级擅长马萨。我是林星南，如今回国1年半。我现在就职于一家高级月子中心，做市场销售经理。我们的月子中心呢，人均消费在10到15万左右，有超5星的酒店标准，以及24小时的专门服务。只要是你能想到的，我们都可以做到。同时呢，我还和朋友经营了一家永生花店，我们还为每一盆花设计了不同的花语，能帮人们说出无法表达的情感。我还会唱美声，曾经我还想过去考中央音乐学院呢。我会做西餐，会按摩，会唱歌。现在我还在月子中心工作。同时，我还经营了一家自己的花店。总之呢，我就是女性福音的代言人。谢谢。我想问一下男嘉宾啊，你片子里好多的信息，但是就是那个月子中心好像是你的现在最重要一个工作。是的。你作为一个没有生育经验，也没有婚姻经验的人。你做那个市场销售的经理，你觉得他们这个产妇最重要的心理需求，你说那么1到2个？他们需要一个从刚怀孕到产后，然后包括小孩的一个小孩的一种照顾，可能需要一种专业的全程的一个陪护，然后呢，可以让他们的身材保持得非常好。你那10到15万是包括什么样的一个？这个套间会有各种培训啊，各种教程。然后瑜伽等等一系列课程，有没有包括什么那个整个的那个生育的你的费用里面都那个有没有包括？没有，可能这是一个房间。我觉得你们俩怎么那么奇怪？你们俩打听这事跟你们有什么关系？我刚才一看挺贵的。你们谁有这个需要？嫂才1万块钱。你有这个需要吗？我打听的跟他不是一个，我就想知道这男人做这个，尤其是没有孩子的男人，他做这个工作，他是怎么把握孕妇的心理？他说了那一句话。我觉得他把握了3个，但是我觉得好像都不是。才儿，你刚刚有过这种经验，你说那个产妇最重要的心理需要是什么？我也不知道，我又不是产妇。就是不是一个好丈夫。我知道。那你说？让老公多花钱。有一半对了，就是特别希望老公能在跟前儿，这一段是对了。我说的是多花钱，不是在跟前。对，你让老公嘛，那老公是对了。让别人的老公这也不合理，对吧？20号。男嘉宾，我看到你有很多才能，好像比如说你会按摩，你可以就是现场帮孟爷爷按一下吗？看你的手势是什么？那给我按一下吗？可以吗？这个你问他。可以，那必须可以。你要按哪一面啊？他是按面收钱的。但为什么会是这种音乐呢？你换个合适一点的音乐好不好？男嘉宾还不错，还按耐型，但是不够力。
主要是这个位置不太应该，一般是坐在凳子上，可能会力气更好发一些。而且这位女嘉宾可能用您的右肩可能会多一些，因为里面有很多那个小疙瘩，是不是可能会经常会感觉这个右肩很酸痛？对啊，就是特别是在肩胛骨这一块，所以说还是中医师啊你才是。可能需要，因为我过去就是实际上做过一些理疗师嘛。7号。男嘉宾你好，就是我看你做的是服务性行业嘛，就是你回家你也服侍你老婆，还是要你老婆来服侍你啊？那肯定是内外一致了。我觉得这男嘉宾这个话说的太轻率了，就是他要这么问你，你就这么答，你特别怕那个就是。因为这个问的不负责任，所以答的也可以不负责任。有一阵儿，台上连续有好几个女生都提到了一句话，女孩说啊，我觉得我岁数不小了，我要找一个男朋友来照顾我。来了几个男的在片子里说，我岁数也不小了，我要找个女生来照顾我的生活。我都感觉他们都是身患绝症，大小便不能自理了，要找人来照顾，我真听不下去。我觉得男人和女人之间相互关爱着应该的，怎么老是要找人照顾？这是干嘛呢？那您回家做不做家务啊？我啊，我不做。这个，我工作我也挣钱呢。对不对？是，我没回去说我要人照顾我。基本上男的一般说找一个人照顾吧，可能就是回家能吃口热饭，也就这样是吧？对呀。王老师，你在家也不做饭吧？我不做饭，但是我干别的家务啊。我觉得家务分担就可以了，让谁去说不好是谁照顾谁。就这个意思啊！不要把自己描述的像生活不能自理的那副样子。刚才说的很多功能，我会按摩，我会唱歌，还会做饭。做饭，我还经营，同时还经营一家花店。啊，对。我觉得他有特别好的那个卖点，就是你看谈恋爱的时候他会谈，他会花语，然后结了婚生孩子他也能照顾得到。所以说是女性福音，多功能性。找一个男朋友或者找女朋友，他有哪些功能性的需要？就女孩选男朋友的时候哪些技能是特别招人喜欢的？我先说我们这些不可救药的女导演，我问他们，你们要找男朋友，你们最看重哪几样技能？他们想了一下，认真的想了一下，回答我，就3样吧，会写台本，会摄像，会剪片子。那只能在同事里边找了，对吧？我想问一下，2号，你找男朋友有哪些功能性的诉求？首先，他必须得会做饭。做饭，因为我是一个吃货，而且我每天都必须要吃1只烤鸭。每天要吃1只烤鸭？那烤鸭片出来，至少北京烤鸭片出来，其实确实没有多少的。9号，你要他会什么？我第一个是要能够帮我分析事物，第二个就是要能够修理家里面的大小器物。要会修冰箱、修钟表。是我以前交过一个男朋友会修电梯。电梯是吗？20号。我有一个比较另类的，我就希望男朋友可以会卸妆，就是可以帮我累了回家。不需要会画，只需要会卸。卸就可以了。就是回家累的时候，男生可以帮我卸妆，我就躺在这边。我对这个话题我愿意多问，你知道为什么吗？也给那些看我们节目准备上来的人，让他们知道现在的这些女人，她们对男人都有哪方面的诉求。黄老师还没说呢。我总结一下我的需要，我一个是跟那个黄子怡一样，她最好能家里面什么东西坏了能修一下，这个是比较特别实用朴实的。第二个，我觉得她得会唱歌。你们的业余时间都在 KTV 度过的吗？不啊，就是要能去 KTV 就不用她会唱了，就是因为不去，所以她在家里唱歌。你们在荒郊野外对山歌，一个在这个山头，一个在那个山头。好，会唱歌，刚才会修东西，还有一个呢。第3个是比较个人化的，她得会游泳。会游泳，因为我不会游泳，感觉像80年代的那种恋爱需求似的哈。好，黄老师这个故事是你自己说，是帮你说出来？为什么游泳这个事对黄老师那么重要？因为黄老师在那个时候，他年轻的时候啊，一不小心也不知道怎么就掉水里去了，然后就被一个年轻的男人把他救上来了，他就嫁给那个人了。然后结了婚以后，她又不知道怎么弄掉水里去了。她老公把她救了，她觉得我这一辈子嫁对了。嫁对了。所以游泳这个事儿对她很重要。来下一下这个。今天晚上吃什么？怎么永远都想不好？吃什么？你快说啊！这就是我前女友，忒暴躁了。她是我在韩国的一个大学同学，
吵架是5天起，一般1星期吵5天，好2天。常常因为我没有想好吃什么等等吵架。最后呢，坚持了2年半，我还是提出了分手。我的第3段感情经历呢，是我在澳洲认识的一个女孩，她是我一个室友的朋友。我跟她吵架，因为我想，假如不停的吵架，反而会激化矛盾，所以说我就常常不理她。但是呢，她就会抓狂，然后从而殴打我，拳打脚踢，抓我，撕我衣服，导致了我产生了严重的心理阴影。经过了2年，也是无法忍受了。我也总结了一下，主要呢可能是因为我过分的好脾气，给了他们欺负我的机会。但是呢，现在的我完全不一样了，我肯定是人若犯我，我必犯人。我现在呢想找一个有一些事业心，同时呢又比较温柔一些，不要总是跟我吵架。其实呢，回国以后我也挺困惑的，我的家人还有朋友介绍了很多女生给我，但是呢，往往都是女神范儿，聊天往往都是女神3件宝，会不会吃饭去洗澡。你留学在韩国是吧？对，那边有个韩国姑娘想跟他聊吗？ 안녕하세요. 안녕하세요. 내가 임함남입니다. 임함남. 예. 那你说其他的会说吗？ 네네. 或者他刚才说的话你用韩文答不上来吧？ 내가 대전에서 대학교에서 4년 동안 공부해봤어. 你的汉语不错呀。 내가 他死活就是不答一句韩语，我怀疑他根本就不会。你好。男嘉宾，男嘉宾你好。其实我觉得你说你的前女友脾气都很暴躁，可能你要找一下自身的原因。是我的确我有自己的原因，其实我也分析过吧。有可能是你答应了他什么时候跟他去看电影或者吃饭，然后你自己迟到了或者。其实从来不存在这样的事，一般都是，比如说他跟我约，比如说今晚我们去吃个饭吧，然后 OK， 然后我到他的宿舍楼下等4个小时。是你等他是吗？然后其实当时我脾气真的很好，然后你想想等4个小时我没发火，该干什么干什么。但是后来呢，基本都是吵架很频繁，就是因为比如说今天中午吃什么，我不知道，好，吵架。所以你总结了一下，在这个里边你的原因，你的问题是什么呢？就是我觉得1号这个问题问得很好。其实我的问题可能是，太没有自己的原则。就在你刚才就是不加思索的回答7号黄潇潇的那个问题的时候，你不觉得这个就是问题？对，的确是这样。谢谢孟老师。6号。男嘉宾，刚才我看那个你片子里说，有一段感情就是你们如果吵架，你会选择就是冷处理，就是不理对方。但是我真的特别受不了这种处理方法，要不然你就跟我吵，要不然咱们就把就是解决问题就好好谈。就你不理我的话，我真的会疯，我受不了。其实是这样的，比如说像我们吵架呢，比如说，我说我把道理讲明白，然后他依然就是非常的生气，非常的来火，然后就抽我、打我、踹我。你这种情况下，你说我无话可说，那我只能保持沉默，最后结果还是鼻青脸肿，一般就是这样子。我们在有一期节目开场的时候，我说大概有多少比例，相当比例的年轻女孩喜欢大叔型的男人。大叔型的男人，优点和缺点都非常明显，喜欢对男朋友、对老公来哄自己的这方面的诉求特别强烈的这种人，他不太适合那种大叔型的。因为你想，一个37、8岁、40多岁的，他愿意哄自己的女人，愿意说几句那个话，那个尺度可能是有限的。有些女孩有误解，总觉得好像比自己年龄大的男人一定会哄着自己，其实真的不一定。正好相反。对，真是大叔了，他可能对这个2个人的关系会更理智一些，反倒是有些年轻的男孩会把那个哄的过程当做一种享受。对，有些特别作的女孩呢，那个男孩也知道他在作，他们就互相欣赏这种作嘛，这就是一种情趣。你说像这种人，他能忙得跟疯狗一样的，他哄你5分钟到极限，在第6分钟大耳光就上去了，对吧？心里嘛，对。好，下一条。小宁是一个优秀的孩子，也非常能干，做事特别有责任心，是一个居家好男人，他对自己的工作啊、生活啊都规划得特别的好。据我们林总说呢，他的优点是温柔、憨厚、老实，但是对于这个我只能说，呵呵。据他自己说，他曾经瘦过，但是从我印象里第一眼看见他就是个胖子。据江湖传闻，他是一个很会做饭的人，但是到目前为止，我从来没有吃过他做的饭。林心南，加油！谢谢。
我是觉得，因为像你这样，作为那个结婚的另一半，其实已经完全很合适的选择，各方面条件已经都合适了。我觉得你可能我的感觉啊，是不是在生活里面再稍微分一点点时间或者精力啊，给生活本身吧。这是我对你的感觉。谢谢，谢谢台上老师。就是我们的共同的感觉就是适合结婚的那种类型。对。再见。非常感谢财神老师给我的建议，我会把我更多的精力回归到生活中。其实，在台上没有非常多的时间去给我展示我的很多才艺，但是呢，在台下呢，其实我是一种能甩得起来、能撒得开来、能端得起来的那种人。观众朋友，如果想了解24位女嘉宾的个人资料和联系方式，现在可以拿起手机编辑短信81428加女嘉宾编号发送到1066666620，或者登录非诚勿扰的官方网站给他们留言。想要征婚、相亲、交友的朋友，可以通过百合网、真爱网、世纪佳缘网站，或者到我们的现场报名点报名，来到非诚勿扰的舞台。有请下一位男嘉宾。